来的忧伤，蔷薇的芬芳，泪落两行。伤掩盖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飙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只真只幻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四野八荒。八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门主，这是属下近来搜集的情报，请您过目。可有关于救治南军的消息？门主，关于救治火红仙子和他后人的事情，我们一直在查，可是没有线索。我想，或许你想说什么？属下的意思是，世间根本就没有能够化解渡劫所受之伤的办法。依我看，神王所说的也未必都是真的。如果上天真的如此无情的话，我会让整个三界为他陪葬。门主莫急，水也是担心门主，才这样说的。神王不是再三承诺，确有秘法可以救醒南军。三界虽大，但只要这秘法和后人存在，必定能被我们找到。哼，神王说的话可不能全信。门主的意思是怀疑神王？若非是因为南军我们早已离开，我也不会为神王效力了。如今为了救治南军，我才不得不受制于人，听从神王的命令。不提也罢。对了，季农现在正在外面候着。啊，需要属下叫他进来吗？先不必了，你转告他，让他走吧。无间门不需要他。门主，我们费尽心思，不就是为了让季农加入无间门吗？正所谓欲擒故纵，我只是想看看他到底是否忠心。门主有令，让你速速离开。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与门主有过一面之缘，是在论道馆，是他让我来的。他一定是忘记了。麻烦你再去帮我转告一次。我们只是传达门主的命令，
你也不要为难我们。何况门主不想见你，你要是强行闯入，只怕你的小命不保。赶紧走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还不赶紧走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麻烦你去转告门主，我入无间门有决心，我会让他看到我的诚意的。我就是个看门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门主要是来了，不巧，我已经来了。门主，的确，我请你来过无间门，你想都没想就拒绝我了，可如今却跪在我无间门。你走。门主，怪我当时狂妄无知，又被传言所迷惑，请门主接纳我，否则我就在此长跪不起，直到您答应为止。你看起来倒是一片真心，那我送你一份礼物吧。来人！你要是现在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好了，你若是坚持不住了，没人拦你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自己找罪受。你要再不起来，就要成废人了。藏经阁即日起停止对外开放，任何弟子不得入内，否则会遭宫规严惩。师尊，你为什么要封锁藏经阁？这是学宫内部的事儿，不便向你们弟子透露。师尊，那你封锁了藏经阁，我跟纪宁哥住哪儿啊？这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帮你们找好了住处。随我来吧。哦。哇！这这么大，大师兄，我们以后真的就住这儿了吗？早知道你这么聒噪，我就不让你住我隔壁了。这个是你出的钱吗？不然呢？这个费用啊，对我来说虽然不多，可对你来说还真不少。木头，你准备怎么样来报答大师兄啊？我给大师兄知道好多的傀儡，他们可以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傀儡干活有什么诚意啊？我反倒觉得，如果是你亲自来做，那才能彰显诚意。我什么都没说，
我说话了吗？不愿意是吧？咱们学宫后山还有很多山空着，这样吧，我看你还是趁早去占个窝，跟那些小妖兽们好好交流一下。大师兄，你说的那些我全都照做。好，赶紧去看看你的心窝吧。大师兄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小事一桩。我刚好有些事，想找你好好聊一聊。什么事？余威的性格我最清楚，他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就不会改变。别让他太为难。师兄，现在是他为难我。其实我真的搞不清楚，他到底怎么想的。他有苦衷。如果真的有苦衷，那我就更应该要知道，我要陪他一起去面对，而不是完全置之不理。你们两个果然都是一个性子。我和他的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用担心。就这样吧，反正这个事情我也管不了了。对了，今年你可认识西岳郡主？谁？没什么。对了，藏经阁为什么突然间封锁了？对此事，我也是一知半解。据说是有人闯进了藏经阁禁区，此事被师尊们得知后，决定彻查此事，所以才将藏经阁封锁了。要不然你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弟子房啊？那藏经阁不是一直都开放给所有弟子的吗？原来还有禁区啊！对啊，我也没有听说过藏经阁还有禁区啊。以前是如此的，但今非昔比。这三界的未来可不容乐观呐！一切都是因为神王封印的异动，才封印部分区域。什么区域？好像是20多年前的历史区域。20多年前。我喝过诸多地方的原叶酿，果然还是郡主这里的最香啊。这是其他氏族孝敬我外公的，当然纯正。非也，非也。这原叶酿虽香，但还是比不上郡主香啊。佳肴当前，美人相伴，人生快事，莫不过如此。邋遢，你若再言语轻浮，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不喝了？我邋遢虽然好这个原叶酿，却也知道无功不受禄。你今天找我来，又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？说吧。我听说季宁和余威最近闹了别扭，你可知是为什么？他人之事，我如何得知啊？你和余威从小在学宫里长大，二人虽貌似不合，但我知道
余威此生最信任之人，除了殿才道人，便是你。若你不知，还有谁人会知道呢？松开！邋遢道人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没有分寸了。若我将此事告知外公，你以为轻薄郡主之名，黑白学宫能护得了你？哦，那你不妨去说。只是这纪宁一事，你不要用纪宁威胁我。就算不找你，我也一样可以打探得到。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，你为什么总是打探纪宁的事情？这与你无关。我已经厌烦了听你打听其他男人的事情。西月郡主，如果你还想知道纪宁的事，你自己去问吧。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，可我这次来不是为了私事，我是对藏经阁被封锁一事有点疑惑，所以想来找你谈谈。学宫的历史记录里记录着市民戒狱的一切大事。你与我想的一样，之前被列为禁区的部分，就是你我氏族被灭门的部分。当学宫得知神王回归以后，就把灭族的事情隐藏了起来，那就说明神王和当年灭族的事情肯定有关系。也许我们也只是猜测而已，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看看戒狱的记事本。可是藏经阁已经被封锁，你怎么进去？有一个人一定可以帮到我。大师兄，你来找我是为了藏经阁一事吧？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啊。回去吧，别的也就算了，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大师兄，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。纪宁，真相不是问题的答案，而是问题的开端。以你目前的能力，得知真相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危险。你若真的想知道一切，回去好好修炼，日后自有承担一切的能力。可是大师兄，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如果执意，我必不拦你。但你最好想清楚冲动行事的后果。门主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兄弟，门主让你进殿一见。
参见门主。不必跪拜我，我无间门从无跪拜之礼。在下不明白，人生来不分高低贵贱，只有后天的强弱之分。我东岐一统无间门1000年，从来都不是以凡夫俗子的东西牵制于人，去束缚属下。何况我无间门向来只有英雄和强者，你又何须向我跪拜讨好？门主一番话，令我醍醐灌顶。看来我技能终于找到了可以大施拳脚之处。大施拳脚，你首先要证明你的实力。那现在就当做入无间门的考核吧。给我杀了这3只灵雀！门主，你给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。你这是为何？杀3只灵雀何难之有？莫说我一修道之人，即使凡夫俗子，也可以很轻易就做得到。我斗胆猜测，门主定是要试探我能否明辨善恶。杀生自然是恶。哼，不错。季农，仅有修为是不够的，要有超凡的悟性。从此以后，无间门就是你的家。谢门主，谢门主，谢谢你，谢谢门主，谢谢。本门的门规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效忠门主，绝不可以有二心。你能做到吗？啊，是门主。门主放心。银雪问剑，季宁，你们2人把我昨天教授的剑法再演练一遍。是。哎，等，金天哥，教你演练剑法。金天哥。季宁，近来你用心不专，不仅耽误自身，更影响学堂风气。这套剑法，你给我练上1000遍，我练完不得休息。1000遍？1000遍？哼！是。
去，不得把人累死呀！不行，我要找长青师尊说理去。九莲，你别冲动，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。什么？这样一心肠怎么了？纪宁哥被罚，你还说风凉话？你是不知道，纪宁哥这几天还在为了藏经阁禁区的事情而烦恼，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与其让他那样，还不如让他练剑呢。季农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无间门的人了。若是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就随时来找我和童则是。愣着干嘛？进来啊，季兄。啊，这里虽说是寒碜了些，可是也能遮风挡雨。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记得告诉我们一声。不用了，晚上能有个地方休息睡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歹你现在也是无间门的人了，以后若是你愿意乖乖听话，好好守规矩，保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不奢求什么荣华富贵，不过规矩，我有自己的规矩。童云，我们先走吧，让季农在这好好休息。季兄啊，无论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守不守规矩，其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在这无间门，我和水翼的话，便是规矩。你不用太在意，他这人性格比较冲动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好担心，纪宁哥一出事，我的心就揪着。哎呀，九莲，你就别担心了，纪宁哥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看他都瘦成那个样子了，我最近他是瘦了好多。纪宁哥，纪宁哥，不疼，你回来了。九莲给你采了好多的草药，能够帮你缓解疲劳。纪宁哥，这是我专门采给你的。谢谢你啊，九莲。不过以后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休息一会儿，就可以缓过来了。出了一身的汗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去洗把脸。啊，纪宁哥，你看他那样子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他。九莲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我们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你冲动做傻事了。哎，九莲，既然担心他，又何须这样忍着，让你们彼此都痛苦呢？我可从来都是随性的人，我理解不了你。我想此刻他最想见到的人也是你。你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吧。算了吧。
看一眼，又不是山崩地裂，你还是去吧。师兄别劝我了。难道这卷宗还有其他人看过？除了门主，就只有左右二世有权利查阅。好，那你下去吧。是。门主。季农，你进无间门也有些时日了。你告诉我，现在无间门在你眼中是什么地方？无间门以贩卖天下情报为主，因此在各地设了论道馆、青楼与茶馆。无间门的人化身成无数的身份潜在民间，为的就是收集情报。可世人都说我们无间门是无恶不作之地，可是无间门从来不滥杀无辜，杀的都是该杀的人。只可惜世人目光短浅，容易听信谣言，危言耸听。久而久之，无间门就被世人误会、惧怕，也被正道唾弃。很好，来人！把这里面的事情给我查清楚。门主，你这是在怀疑铜左使跟水右使？我问你，我们无间门的门规第一条是什么？禁止内部私斗。好，那你下去查清楚，不管查到什么，都如实汇报。是，门主。守住大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是。师尊，月谷，找为师何事啊？启禀师尊。弟子今日练习了一套未曾试过的功法，但修行之后略感身体不适，还请师尊帮忙查看一下。你这个孩子，好，随为师到修炼室去。是。你怎么会有长青师尊的令牌呢？长翅膀飞来的。偷的？
你刚刚是去偷令牌了？早知道我打死也不能让你去啊！我拿来，你要干嘛？拿去还给长青师尊啊！给我。那我不就白偷了？盗取令牌，按照学宫的规矩，是要被逐出宫门的。不就是逐出宫门吗？为了你，当山火海我都不怕，才不稀罕一个黑白学宫的学籍呢。九莲，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我做这些事情。纪宁哥，我做的这些都是我自愿的，你不用有压力。你喜欢谁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就够了。可是九莲，别啰啰嗦嗦的了。纪宁哥，我的眼里没有对错，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。可是九莲，论道馆现在极其萧条，要想想办法才是。季农，季农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虽说你现在是无间门的人，可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查我的账务？哎，你别生气。是门主让我来这边了解一下账目的情况嘛。既然是门主的指令，你干嘛要偷偷摸摸的？我只是不想麻烦你们。我和水一在这论道馆经营多年了，没有人敢参与进来，为何门主突然派你来啊？啊！既然门主把账簿交予你，那就是信任你，我也信任你。可是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是谁？还不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大胆经营，竟然私闯禁区！自从学宫建立以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此类恶性事件。弟子竟然私闯藏经阁，
你知道里面藏了多少古老典籍和珍贵的年鉴吗？如果这些东西有所缺毁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纪宁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各位师尊，我是潜入了藏经阁，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，真的是场意外，并非弟子所为。凭你的本事，的确破不了藏经阁的结界，你又使了什么诡计？是我私自盗取了长青师尊的令牌，所以才可以进入藏经阁。非也非也，令牌丢失当日，你刚刚练剑千遍，连走动都很困难，更不用说到我房内盗取令牌了。说，到底是谁帮你盗取的？此事全是我一人所为，请师尊责罚。为了纪宁，你就忍着吧，算我求你，好不好？千万别冲动。辩才师兄，这个纪宁可是你的亲传弟子，我若罚他，你恐怕又要包庇护短了吧？此事纪宁的确有错，长青师弟又是受害者，处罚他理所应当。不过师弟啊，看在纪宁初犯的份上，可不可以从轻处置啊？哼，果然你又在包庇他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不便为难纪宁了。这样吧，就罚他面壁10日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魂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凝视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凝视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。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
落。